大家好，我是东宝啊。我们湘西这边本地有一句话啊，磕杀人米，吸大米，什么意思啊？来湘西吃大米就来磕杀啊，这是个贡米啊。要找个女朋友就来吸它啊。这个米可以追溯到公元907年啊，也就是可以追溯到唐朝末期、宋朝早期，也就是五代十国时期啊。那个时候，这个科沙地区种的米啊，都是给皇帝进贡的，也就是皇帝吃的啊。这次让大家体验一下当皇帝的感觉啊！而且这个米啊，是我们湖南省农科院作为技术支持的啊。像这个科沙大米啊，像我们本地话一般都是用来送礼啊，但是也不是很贵啊，有的啊，3、4块钱到20块钱不等啊，3、4块钱米吃得起啊，那个20块钱米真的吃不起啊，那个玩意儿贼贵啊，我从来没吃过那个米啊。明天还有个大福利啊，就是你买2罐啊，这个古装毛尖那个明前茶啊，我们送1罐去年的口粮茶啊，因为它是去年9月8号的啊，然后啊就说还18个月保质期，还有几个月就保质期就过了啊，到时候就不能上架了啊。但是它口感一点没变啊，一直放到大冻库里面冻着的，口感你和去年买基本上一样啊，就给你送这么半斤啊，你想一下啊，88块钱啊，2罐明前茶，还有半斤的口粮茶，相当划来啊。本来想在那边啊拍一下他们那边打谷子啊，基本上打完了啊，那我们直接回来直接收到2款米吧啊。我们主推这款米啊，这款米应该是没啥问题啊。富硒的啊，富硒这个产品，你看这上面都写了啊，它的历史啊，从907年啊一直到现在啊，上面还有几个字啊，你知道谁写的吗？古中珍品科沙香米啊，袁爷爷提的字啊，亲自提的字，这个米啊，大家说这个米好不好啊？这有个方位码啊，它就出自核心产区哪个村，它都显示啊，怎么生产，怎么栽秧，怎么打谷子啊。这款米啊，就是科沙核心产区的啊，一打开啊，就能闻到那个米香啊，好香。还带一点点微微的甜味在里面啊。这款米啊，不抛光不打蜡啊，你看这颜色一大家一看就知道了啊。它的优点就贼香啊，贼软和啊，现在煮出来的米啊。就像和那个蒸笼蒸出来一样的啊，那个米啊特别香，特别软和啊。这个米它这个特点就是软和啊，让它吃起来不会特别硬那种感觉啊。但是呢，它糯性不是特别强，这个米啊，你们要有一点糯感的啊，就是这款米啊，也就是中等的那个口感啊。但是你这个糯和东北大米的那个糯比，那是比不了的啊。然后价格摆在这里，这个价格便宜一些啊。这个就不是核心产区的了啊，来自永顺科沙、万平、塔沃任何一个地方啊。就是这款大米啊，这款米就没有身份证了啊，就是一个比较普通的米了啊。你们不是很想尝我家大米吗？啊，那你们可以尝尝这款，试这款啊。我家大米没有这么香啊，这个是贼香啊，它没放什么东西啊，没放科技很好，还有自然的米香。你一煮好以后啊，满屋飘香啊，就它不满屋飘香，直接可以退货啊。卖这个米啊，可能会出现一些售后问题，我给大家说一下啊。一个啊，就是这个本身啊抽了真空，它只是为了方便发快递啊，这样平整好发一些啊。如果啊你们邮到家以后可能出现漏气的情况，其实并不影响口感啊。如果你们觉得啊就是看得不舒服，你们也可以申请售后啊，就是我给大家说清楚一下，可能会出现漏气这种情况啊，它乱砸啊，就这个情况啊。我们再说说这2款米的特点啊，你们想吃香一点的、软和点的啊，就是这款啊。你们要吃稍微偏糯一点点的啊，就是这款，但是这款米没什么香味啊。但是呢，都是今年的2024年的新米啊。还有一个是啊，就是这个款大米啊，没什么量啊。本来我们去年就要卖它了，但是湘西来了2个大主播，一天就把它全部干光了，说没办法卖了。今年其实也一样啊，这个厂家给我们的量很少很少。如果你们需要啊，明天早上8点钟啊来直播间需要抢啊，可能卖到下半天基本上就没了啊。如果你们想吃很糯的米，不好意思啊，我们湘西确实没有那么糯的米啊，那你们只能吃东北大米或是五常大米啊。但是呢，那个价格摆在这里了啊，五常大米多少钱，我这个多少钱啊？因为地理位置不同啊，所以说它米的口感也不一样。所以说这个卖这些农产品就这样啊，每个人的喜好口感不一样，可能也会出现一些售后问题，所以我们提前说清楚啊。所以说我这次把所有的米啊，特点啊全部要说出来，优点缺点都说清楚啊，不然又要像上次那个猕猴桃啊，就翻了大车了。这上次猕猴桃翻车有点严重啊，这是为什么呢啊？很多粉丝朋友就按照我视频那个规格来。他说特大果就是这么大的啊，都是半斤4两的啊！我都说了，你们按照规格来，我们是按照规格卖的。让特大果，我那个视频特意没删啊，就是为了给大家看啊。那么这么大的果啊，一片果园1亩地只有几十斤，
可能你就给有些粉丝朋友啊，稍微放了没2个，有的粉丝刚好又没放啊。其实正常来说，供应链他都说了，不能放那么大，只能放110到140、130那个果王的啊。但是我强烈要求他们，你放一个吧，因为我拍视频拍有这么大的啊。然后有些粉丝朋友刚好一箱里面有那么2个大的，他说这个才是果王，你就给我画2个果王啊，其他都不是果王啊，就是很多差别，也就大概就这么个原因啊。我后面总结了一下啊。其实和那些专业卖猕猴桃对比一下，其实他们规格就是110到120，120到130，我们就搞跨度太大了，110到130或者110到140，有的就参差不齐显得啊。其实你们可以去，都已经达到规格，其实达到规格了，你们可以自己去称一下重啊。也有可能没达到规格了啊，我们该赔的也赔了啊，因为我们湘西的整体的猕猴桃的供应链不是很成熟，而且这次东宝也是在湘西卖最多的一次。所有主播里面卖了最多的猕猴桃了啊，卖了17000-8千单啊，他们有可能也会出现失误，我们就说该理赔理赔，我们赔了7-8万了。这次猕猴桃算是翻车，但是1分钱都没赚了啊！现在还出现一个很头痛的问题啊，是什么问题呢？我先给这些本地老乡还有供应链说声抱歉啊，真的搞不掂的这个绿心猕猴桃啊，有的老乡呢说啊，我这个盒子没卖完，你帮我处理一下盒子了。有的老乡说，我这边果园还有几千斤，你帮我搞一下了，我头都大了现在啊。我说这次反馈有点差，我不敢搞的啊。我希望大家很中肯的反馈一下，就是这个绿心猕猴桃的口感，红心我不担心，好像很甜啊，口感怎么样？我适不适合以后卖？因为绿心在整个湘西来说，那次我们直播说了几千万单，那真的不夸张啊。要是就说你们觉得口感好，你们市场接受度比较高的话啊，我也可以提前，我可以一直去卖。我去卖的话，卖的量比较多的话，吸引其他主播来卖啊。我们湘西猕猴桃就可能变成那个像陕西那个脆香一样的，全国主播去卖，那我们湘西这个猕猴桃就不愁卖了啊。而且啊，我作为一个湘西主播，有的东西我是必须要去推的啊。赚钱是一方面啊，有些产品推向全国，让更多粉丝朋友去了解我们湘西农产品也是一方面啊。所以说我希望大家提出比较中肯的意见就是说，如果大家反馈还是就是口感也不怎么好，我们以后这个绿心就不搞了啊，我们可以搞红心或者是黄心，但是那个价格就稍微偏贵一点啊。东宝也是第一次帮湘西老乡卖猕猴桃出现了很多问题还是希望粉丝朋友们多多包容还有希望老乡们多多理解我们出现问题就解决问题，有什么问题随时向东宝反馈我们不会不管的还有是明天早上8点我们去原产地科沙乡搞这个大米我们这里视频到这里拜拜。